你的病情已经好转，我也该功成身退了。二货，有空也治治眼睛吧，你娶错人了。师傅，药引马上就能凑齐了，等着我。4年前，我替小姐嫁给镇北王，现在我离开王府都有1年了。镇北王季怀风把我的通缉令贴得满大街都是。哟，小哥，这通缉令旁边怎么又贴了张新告示？知州府告示，我家大人发话了，内子昏迷不醒，能解毒者赏银1000两。1000两银子？这么多，我真是爱死这些一掷千金的大情仔了。你个黄毛丫头行不行啊？多少庸医都能误打误撞把人治好，凭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？带路。大人，接告示的游医带到了。季怀风。姑娘，快给瞧瞧吧，踏上这位可是我们大梁的镇北王妃，相府嫡女江大小姐。还真是江晏殊。丞相大人，当初说好3年一到我就走，为什么非要逼我跟人私奔？镇北王病情好转，只有你毁了名声，本相才有理由把我的亲生女儿晏殊名正言顺的赔给王爷。少废话，带走！民女安宁，见过镇北王爷。看起来季怀风和江晏殊相处的还不错，看那告示上写的内子，看来是半推半就，美人一笑泯恩仇了。王爷您，没事的，他应该看不出来的。安姑娘，你跟咱们王妃眉眼间长得还真有点像。小哥说笑了，天下眉眼相似的人多了去了。王妃是9天仙女，我不过是江湖粗人，我跟王妃属实是8竿子打不着。他不会发现了吧？不，我得赶紧走。药方开好了，民女还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慢着，你还没说这病怎么治呢？王爷，南方蛇虫多，夫人这病其实是被蝎子蛰了，民女已经把药方和注意事项都写在纸上了。莫非王爷不识字？该死，这嘴怎么这么欠？他现在早就不是那个在王府里任人宰割的摊子了，怎么还敢这样调戏他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没有名字，那便叫你阿宁。既是去替晏殊成亲，从今往后你便叫江晏宁。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王爷，民女安宁，药王谷第80代传人，人称回春圣手。那从今天起，回春圣手就住在这里，直到他醒过来。那银子，急什么？若他安然无恙，本王自然不会少了你的好处。去给安宁姑娘安排住处。是。圣手，您倒是动作快些啊！王爷在房里守着，急等您的药呢。催什么催？这火候不到，药效就大打折扣。好了，走吧。王爷，药熬好了。那个王爷，何事？
民女瞧着王爷对夫人当真是体贴入微，只是这药毕竟刚出锅，您好歹也吹凉一点，夫人的嘴都被烫得满嘴是泡了。本王倒是想问问回春圣手，已经过去5日了，为何本王的夫人毫无醒来的迹象？我也想知道啊。虽然这蝎子毒罕见，但我以往应付起来都绰绰有余。而且除了我和季怀风，这汤药都没经别人的手，总不能是季怀风故意害他自己的王妃吧？本王平生最恨2种人，一种是满嘴谎言的骗子，一种是背信弃义的叛徒。不好意思啊，王爷，这2样我全占了。王爷，再给民女一点时间，夫人身上的毒素真的已经清了，相信再过2天，她肯定能醒过来。本王急着返京，没空等，就地处斩吧。来人！王爷开恩了，民女可以随行，在路上随时替夫人医治，求王爷饶命。好吧。他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？还有何事？没有，别多想。凭我以往的英勇事迹，说是暴露了，下一秒就会被他抽骨破皮，他肯定没发现。王爷，路过的这些乡镇，您都驻过兵吗？怎么说？不然您为何不敢在沿途的客栈落脚？整整10天了，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，难道您真的在外面到处欺男霸女、鱼肉相离？这是什么话？民女听闻，王爷少年时便一战成名，率一队轻骑火烧敌军粮仓，也曾一支羽箭取敌将首级于100步之外，是老皇帝亲封的异姓王。王爷，这可是真的。民女还听闻，王爷手握兵权之后，就以事务繁忙为由，概不见客，手段残忍，拥兵自重，狼子野心。莫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王爷才不敢落脚，害怕仇家找上门来？哼，再多说一句，本王就把你扔出去喂狼！这么久没洗澡，人都发臭了。好在这车里檀香木的味道清冽好闻，倒是与当年新房中的味道一模一样。王爷，醒醒，您是不是尿床了？您曾是大梁的战神，20岁封狼司勋，护万家灯火。现在您只是生病了，没什么丢人的。下次您想尿尿的话，把我叫起来就行。已经擦干净了，您把衣服穿好，坐在床沿，我现在帮您针灸。来，王爷，把力卸在我身上，起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别急，迈左脚，往前迈。别睡了，到家了。哦。兜兜转转，居然又回到了这里。王爷这次去岭南剿匪，竟然带回来一个陌生女子。陌生女子，王爷可从未带人回来过。哎，看看看，就是那个。愣着做什么？跟上！来了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先弄清楚江晏殊是怎么回事吧。你来了。江小姐，别太荒谬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坐下说。能不急吗？你为何一直装晕啊？我一路跟到王府，万一被季怀风发现我的身份，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？说到这个我就来气，我明明在岭南第2天就醒过来了，可季怀风这老狗居然暗中给我下药，你都不知道我半夜被饿醒了多少次。他给你下药？你这1年不在这里，有所不知，
季怀峰自打身体好转，就一直在暗中韬光养晦，前阵子掀起了好一阵腥风血雨。他做了什么？他顺藤摸瓜，查出了当年害他瘫痪的幕后主使。圣上如今年老，最害怕皇权被架空，偏偏对季怀玉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王越发信任。那圣上就由着他查，何止啊！季怀峰把证据往圣上一呈，圣上震怒，直接以勾结外敌之名处置了如日中天的二皇子，连带着最受圣上宠爱的贵妃都被赐了3尺白绫。二皇子倒台，贵妃自尽。相爷当初将我送进王府，打的就是这个主意。一是为了保住相府的名声，二也是防止镇北王府变成众矢之的。我爹精明得很，万一镇北王府出了变故，他能3言2语把你推出去顶罪，将自己摘干净。镇北王府死灰复燃，也不知我爹用的什么方法，让你对季怀生始乱终弃。哼，他用我师父的性命相逼，让我私奔，好带着你上门赔罪，送你进府坐享其成。那季怀峰就这么由着你们摆布，把你也收下了。他当时是没说什么，可等我进了王府才知道，他根本就是把我当成了要挟我爹的人质。唉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季怀峰是个2面3刀的小人，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对着我这么个楚楚可怜的弱女子，居然也下得去狠手。不过幸好你回来了，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你解脱了，那我呢？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安姑娘，王爷今日又被圣上频繁召入宫中议事，吩咐奴婢们好生伺候姑娘。王爷这几日当真是大忙人，那他今夜还回府吗？圣上召得急，王爷怕是深夜才能出宫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联合丞相骗了他整整3年，还仗着他的宠信往相府递了不少密信。他英明神武了20多年，一朝落魄，墙倒众人推也就罢了，我这个枕边人也是个细作，要是被他抓住，我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正巧这几日皇帝频繁召他入宫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抱歉了，江大小姐，你还有丞相老爹撑腰，我被抓住就只能含笑九泉了。季怀峰，我现在跳下去还来得及吗？圣手，大半夜不睡觉，来这荒郊野岭挖野菜啊？王爷，这不都是为了给夫人治病吗？听说城郊有味草药解毒有奇效，我觉都睡不安稳了，这才连夜来寻药。有时候，本王真想抛开你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心。王爷，民女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阿宁，装傻有用吗？你以为你跑得掉？王爷，您府上的下人真是勤勉，这屋子1年多不住人，竟然连一丝落灰都没有。王爷，多谢您今晚屈尊降贵亲自相送。不过，民女记得您的寝殿在最前头那处院子，您走错道了。王爷，你一句话不说，步步紧逼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堂堂镇北王，难道还要在自己的府里对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图谋不轨吗？那个，王爷，开个玩笑，您别当真。天色不早了，您日理期的身体最重要，要不您还是赶紧回房休息吧。当年为什么替江晏殊嫁到我镇边王府来？王爷，您有所不知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民女在京城的大街上无依无靠的闲逛，恰逢您凯旋归来，就在民女即将葬身马蹄之下时，
是您英勇无双，救我于马蹄之下，民女当时便对王爷一见钟情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想好了再说。是因为我师父身中奇毒，命在旦夕，而丞相夫人手中恰好有一味珍贵无比的雪山莲，那是解毒的必备药材。那雪莲可是她姐姐的遗物，我当时为了讨要过来，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的。雪山莲，所以这就是你完成交易之后抛弃本王的理由？其实也不完全是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，丞相他们当时还额外给了民女50两银子。当然了，那些外物都是次要的，最重要、最关键的，还是因为王爷您生得风神俊朗、玉树临风、才高8斗、天赋异禀。只是小女出身实在太过微拙，深知自己配不上王爷您这样的9天真龙，实非王爷良配，这才只能忍痛割爱，成全江大小姐。今天本王进宫时，皇帝特意提起我的王妃跟人跑了。这跑了一位，不是又来了一位吗？王府也不缺王妃的。圣上很是热心，说要送几个才貌双全的姬妾进府，为我开枝散叶。若是王爷看上了哪家名门女子，只管跟我说，只要王爷一句话，我亲自出马，替您牵线搭桥都成。我当场便回绝了圣上。本王说，自己当年伤了根基，身患隐疾，对本王的夫人甚是想念，找到夫人，身体便能痊愈。不好说，或许您现在对着我，这隐疾也好不起来。王爷，这天瞧着才刚亮，您就穿戴得这么齐整了，您当真是萧衣冠饰，日理万机，时刻不忘为国为民，切身佩服。你不觉得这种好听话已经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吗？真心的恭维向来是不嫌多的。可见你平日里身子骨太弱，往后不如早起早睡，跟着本王好好锻炼如何？多谢王爷美意，不过妾身觉得大清早正是人该休息的时候，还是要好好休息。行了，快起来吧，我让下人给你备了新的衣裳。多谢王爷。我先回相府了，你保重啊。江小姐，你倒是一走了甚了，留我一个人在这承受季怀风的怒火，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啊！你筹划了那么久，想了那么多从我身边逃走的办法。阿宁，你从始至终就从来没有想过要跟本王坦白吗？我可以忍受你的欺骗，可你为什么宁愿去信江家那只老狐狸，也不信我？在我们同床共枕的这3年里，你对我就没有过半点真心。我们这3年的感情到底算什么？还能算什么？算你倒霉。王爷，我与丞相之间是明明白白的利益关系，我替他做事当眼线，他帮我拿药救人，除此之外我和他互不相干，自然不会横生枝节。可我和你始于一场处心积虑的骗局，师父的命就悬在一线，我怎么敢拿师父的性命去赌你那几分虚无缥缈的情谊？所以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欺骗本王3年。如今江小姐已经平安，我留在王府也无用，求王爷放我离开。我还有重要的事。什么重要的事能比本王重要？王爷，还请王爷放我离开。放你走？你想都别想。王爷，你要如何处置我？哪怕是要我的命，我都毫无怨言。只求您大发慈悲，让我再见我师父一面。我师父性命危在旦夕，我是为了给他寻药，只要晚送1天，他的生命就危险1分了。满口谎言的骗子！谁知道你拼了命要救的，到底是你的师父，还是你在外面的姘头情郎？以
为本王还会再信你只字片语吗？安姑娘，刚刚府里接来了一个人，说是姑娘的师傅，已经在王府安顿好了。王爷让姑娘过去。真的，师傅被接来了。王爷，你真把我师傅接过来了？不然指不定哪天你又跑了。王爷，你人真好。现在知道本王好了。面色红润，眉目含情，看来你这几天在王府过得是相当滋润啊。为师就算在外面寄人篱下，孤苦无依，餐风饮露，也是值了。师傅，您就别在这儿跟徒儿装可怜了。哦，为师怎么就装可怜了？我可是听江大小姐说了，您在人家知州府上整日里不务正业，光顾着养些奇奇怪怪的毒虫毒草，吓得人家府里的下人连头都不敢抬，根本没人敢靠近您。而且您还挑嘴得很，这儿不吃那儿不吃，人家知州大人私下里都抱怨，说再住下去，知州府都快要被您吃垮了。居然有这回事，这简直是污蔑！对啊，听说王爷派人去接您的时候，知州府上下喜极而泣，当场放了2串大鞭炮庆祝呢。傻徒弟，这些年是为师拖累你了。师傅，您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当年若不是您拼死从漫天火海里把我救出来，我早就随着我娘亲一起葬身火海了。您为了我离开药王谷，在外面忍受万蚁阵蚁噬心之痛这么多年，别说是让徒儿去求几味药，就算是赴汤蹈火，徒儿也在所不惜。傻丫头，为师从未后悔过遇见师姐，更不后悔把你养大。为师只希望你这一生能平安顺遂，你过得好，你娘亲也会很开心的。不过有件事为师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如今朝局动荡，那高高在上的皇帝为什么突然如此倚重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王？你不觉得这其中有些蹊跷吗？师父说的极是，季怀峰虽然战功赫赫，但终究是异姓，自古伴君如伴虎，皇帝这态度倒像是要把他捧上天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瞧见没，那就是镇北王千辛万苦寻回来的王妃。听说啊，为了把她哄回来，王爷连她在外头的都接进府里养着了。堂堂战神被骗成那样，竟然还当宝贝似的供着，这女人到底有什么手段？本王去父皇那边敬杯酒，你且在此休息，若有不长眼的招惹你，不必客气。妾身省得，王爷快去吧。王妃，您就可怜可怜臣妇，指点一二吧。我家那个不省心的，昨日刚把第30房小妾抬进门，臣妇这心都碎了。是啊，王妃，满京城都传遍了，王爷对您死心塌地。刚才我们不过说2句闲话，就被王爷怒瞪。您快给我们说说，到底是用什么秘诀，能把王爷拿捏得如此服帖？可能因为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在外头跟野男人厮混了1年，如今还敢招摇过市，我要是你，哪儿还有脸回来？我当是谁在这嚷嚷呢？原来是清源你这个嫁不出去的。江晏叔，你骂谁呢？就骂你。当年我怀风哥哥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的时候，也没见你多关心他，甚至连王府的门都不敢登。现在搁这儿放什么马后炮呢？江晏叔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当年为了逃避婚约，居然找了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替你嫁进王府，羞不羞啊你？彼此吧，至少本姑娘敢做敢当，没再厚着脸皮贴上去，不像某些人明明恨不得倒贴，心里还暗戳戳的想着怎么给怀风哥哥当侧妃呢。
我哪有？你血口喷人！你没有。上周是谁故意在街上拦住王爷的马车，哭哭啼啼嚷嚷着非他不嫁，甚至说要做妾的？真是把皇室的脸都丢尽了。好孩子，来。阿宁，许久未见，这些日子你在外头过得还好吗？回夫人，一切都好，还要托夫人的福。师傅的解药如今也已经备齐了。又来了，每次他看着我的时候，都好像在透过我的这张脸看着另一个人。那就好，往后你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托人来相府告诉我。南客那边的宴席还要持续好一会儿，镇北王一时半会儿怕是脱不开身。你要是觉得殿内憋闷，就去周边的湖畔透透气吧。多谢夫人体恤。这边风景还真是不错。宫女姐姐，那凉亭里的人是谁啊？大秋天的还扇扇子，不嫌冷吗？王妃慎言，那位是……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是谁了。王妃请留步。王妃，我是萧夜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太子殿下，失礼了。王妃先前听闻过孤的名号？没听过。放肆！如今二皇子倒台，咱们太子殿下可是朝中最为贵重之人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怎敢如此无礼？得了吧，谁不知道当今太子是个什么处境？阿宁，过几日入宫赴宴，若遇到太子萧夜，切记立刻避开，绝不可与他多言。为什么？外界不都传闻太子温良恭俭，因废后残害皇嗣被废，母家无事而一直安分守己，连圣上都挑不出他的错茬吗？那是他装给父皇看的。圣上早有易主之心，他若真无野心，又怎能在二皇子倒台后，迅速在暗中拉拢各方势力？萧夜此人是一条蛰伏在暗处，随时准备咬人的毒蛇，手段极其狠辣。我明白了，季怀风说的果然没错，这萧夜在诸位皇子倒台后迅速抱团，果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退下，不得对王妃无礼。王妃果然是个性情中人。太子殿下，很抱歉打扰了您的雅兴，算时间，我出来的够久了，该回席了。慢着，江小姐如此天姿国色，屈尊去当个镇北王妃，岂不可惜了？殿下，您逾矩了。今日您在此处对我所的事，难道就不怕我原本的去告诉王爷吗？告诉季怀银，你未免也太高看他，也太高看你自己在镇北王府的分量了。我是圣上亲封、明媒正娶的镇北王妃，王爷若是知道殿下如此轻薄臣妾，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明媒正娶的镇北王妃，你大可以去跟季怀风说，孤倒要看看，季怀风若是知道了你的底细，还会不会为你出头？殿下这是什么意思？前几日，孤手底下的人偶然寻到了一个在乡下养老的婆子，不巧，那婆子当年正是为丞相夫人接生的。但她说，当年丞相夫人的肚子里可没见着什么双胞胎。这么大个秘密，可让你给知道了。所以呢，太子殿下大费周知的去查一个接生婆子，就为了拿这点陈年旧事来给民女讲故事？所以啊，且不说季怀风若是得知你是个冒牌货后，还会不像现在这般继续宠爱你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年你和镇北王成亲，那可是太后娘娘亲自指的婚。那又如何？相府弄个假货替嫁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一旦事发，相府满门抄斩，而你作为当事人，自然是难逃其咎。到时候，你那身染奇毒、病弱不举的师傅，又该如何自保呢？竟然拿我师傅做要挟，卑鄙无耻！明人不说暗话，太子殿下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孤要你帮我制住七弟，助孤登基。你要对付七皇子，与我何干？我又如何帮得了你？你与季怀风有救命之恩、夫妻之情，你说的话他多少会听进去一些。如今二皇子倒台，只要你出面，要么将他劝说过来，彻底归顺到孤的阵营，要么你就找机会彻底除掉他。我不可能杀季怀风。那你的师傅就该小心了。你就是不知道在江小姐心里
到底是手握重兵的镇北王季怀峰重要，还是那相依为命、危在旦夕的师傅重要呢？若是想好了，就拿着这簪子来此处寻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季怀峰，如今我竟然开始奢望他来为我挡风避雨了吗？姑方才与王妃在湖边偶遇，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所以耽搁了一会儿。镇北王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介意？太子看看本王此时的表情，就该知道本王不仅介意，而且很介意。镇北王妃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她就有那么好看？没有，我错了。说吧，错哪儿了？王爷，我错在爱你爱的不知所措。你这满嘴胡话的毛病，真该好好治治。趁本王不在，私会外男。我没有私会外男，那是他自己找上来的。我说过让你离他远点。我错了。亲一下，本王就原谅你。亲错地方了，要亲这里。阿宁，帮我递一下那边的白玉镇枝。萧爷竟连当年的接生婆婆都找到了，万一这事影响到师傅……阿宁，在呢，王爷您等一下，我这就给您拿。我要的是压制的白玉镇石，你倒好，给我搬了个新砚台过来。我这就给您换回去。阿宁，今日为什么如此烦躁？太子说的那些话，恐怕不能和季怀峰说。今天在湖边，萧夜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碰巧遇见了。太子殿下瞧着是个清高的人，随口和我聊了两句秋色罢了。哦，那太子殿下可曾许诺要废了他的准太子妃，好给你腾出个正妻的位置？王爷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一两句话就能被拐跑的人吗？你若去了东宫，他怕是还得让本王备一份丰厚的嫁妆，到时候我就去北京一趟，将那些将士都带着。你造反啊！我看你刚才丢了魂，死气沉沉的，现在总算是让我放心些。大半夜的竟会寻我开心。阿宁不必担心，你不想说，本王不逼你。不过，本王倒是有件10万火急的事，想先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其实，当今圣上是我的亲生父亲。王爷，您说什么？当今圣上是您亲爹？您不是镇北王吗？天啊，这么劲爆，这是我不花钱就可以听的吗？说来好笑，其实我不过是当今圣上当年与宫女一夜风流的产物。那时他根基不稳，被外戚死死压制，皇后更是手段狠辣，妒心极强。若是让皇后知道，定不会留下我们母子。所以你是季老将军的养子？他将我送出宫，交给子嗣艰难的季老将军抚养。母亲当年忧思过重，我还未记事，他便去世了，我便一直以季怀峰的身份活着。直到后来，圣上见本王在战场上立了些功劳，有几分带兵领将的才能，便动了与本王相认的心事。他那些儿子还不够多吗？母亲当年忧思过重，我还未记事，他便去世了，我便一直以季怀峰的身份活着。直到后来，圣上见本王在战场上立了些功劳，有几分带兵领将的才能，便动了与本王相认的心事。他那些儿子还不够多吗？他对宫里的那几个儿子并不满意，大皇子残废，二皇子倒台，七皇子年幼，其他儿子各有各的心思，他属意我。虽然本王无心那个位置，但在传位诏书尘埃落定之前，各方势力必定会蠢蠢欲动，置我于死地。王爷，您把这么惊天的秘密告诉我，就不怕我转头出卖了您吗？若是我怕，但如今京城就是个巨大的漩涡，宫中耳目众多，消息迟早有走漏的一天。可是，如果你的身份让萧夜那些人知道，在暗处潜藏的人可能会瞬间把你撕得粉碎。本王不怕死，本王唯独怕你置身险境而不自知。阿宁，本王告诉你真相，是想让你有所防备。阿宁，本王可以相信你吗？
王爷，你是将自己所有的身家性命和退路都亮给我看了。王爷放心，无论前方是万丈深渊还是杜山火海，民女定会站在王爷您这一边的。王爷，你把身家性命都告诉我，就不怕我是太子派来的细作吗？那我也认了。可我不配，我也有秘密瞒着你。那就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。现在你只需告诉我，愿不愿意信我？我愿意。夫人，奴婢把水端来了。先别进来，我在穿衣服。昨日宵夜给我的玉簪果然暗藏玄机。明日午时后，姑在城东酒楼等你。江小姐，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请坐，尝尝这刚供上来的雪顶寒翠。茶就不必了，殿下，需要我为您做什么，直说吧。江小姐果然快人快话，那姑也就不绕圈子了。父皇那身体，太医说了，没几天活头了。七皇帝沉不住气，不日便会起兵逼宫，谋害父皇。姑需要你去说服季怀风出兵镇压，届时七弟谋反败露，父皇一死，姑作为太子，便可以顺理成章、名正言顺的即位。七皇子逼宫，殿下您怎么就知道皇帝一定会死？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。你要我办事，自然要和我说清楚。万一这是个套，七皇子不仅没得手，反而当场将你引出来反咬一口，殿下又该如何？不用担心，父皇年迈多病，到时候他一定会准准的死在七弟面前，由不得他不死。姑今日能跟你说这些，便不怕你临阵倒戈，因为你根本没有选择。若是让七皇帝坐上了那个龙椅，他麾下的第一刀便是砍向镇北王府，鸡犬不留。你若今日帮了姑，等姑登基，你便是身负从龙之功。姑念在旧情，自然会保你和镇北王府荣华富贵。但若是落到七弟手里，江小姐，你和那病弱的师傅就自求多福吧，你好自为之。姑交代你的事，可别忘了。谁说我没有选择？皇兄，你大半夜带兵拦在这儿，难道是要坏我的大事？七弟，你通敌谋反，姑特来擒你。不过你放心，等父皇驾崩，姑念在手足情深，定会给你留个全尸。等我杀尽寝宫，大梁江山就是我的了。皇兄，识相的就给本王让开！放下武器，投降不杀。季怀风，王爷，太子要动手了。七皇子逼宫那日，他要弑君。你答应他了？但我们要将计就计，我已经想好了对策。好，我信你。季怀风，七皇子起兵谋反，本宫乃是收到消息，特意带兵前来救驾的。你手握重兵，不仅不帮本宫捉拿逆贼，反而带着禁军包围本宫，你有什么资格抓我？难道你要反了不成？如今父皇已被逆贼所害，父皇已死，本宫便是大梁的下一任君主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？动孤者诛九族！我说太子殿下，谁说皇帝死了？你这个贱人，你背叛姑！我从未与你共谋，谈何背叛？待我坐上那个位置，定要你好看。坐上那个位置，殿下，前几日我入宫面圣，偶然发现陛下寝宫中点着股奇香，不巧我自小跟着师傅在药王谷长大，一鼻子就认出那是能杀人于无形的五步散。这毒香啊，平时点着没事儿，但只要在七皇子谋反这日点上最后一支，皇上在怒火攻心之下必死无疑。到时候你就可以把弑君的罪名严严实实扣在七皇子头上了。满口胡言！父皇宫中的香都是内艳福备下的，你凭什么血口喷人？血口喷人？我们顺着那店里长香的宫女往下查，才发现那长香宫女的家里昨日刚收了东宫送去的1000两黄金，这幕后主使居然是太子殿下您啊！不可能，这香乃是西域秘传，世间少有，你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知道？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以为这法子世间少有，但可惜的是，这香的原料就是从我们药王谷流出来的，它的祖宗在这儿呢。
怪不得反派总会在主角临死前说那么多废话，看着那绝望的表情，真的很享受啊。萧夜，你以为你算无一气，可你忘了，这大梁还轮不到你来一手遮天。殿下，我早就将你的精密计划如数禀告了陛下。为了引军入倭，将你和七皇子这俩不孝子一网打尽，圣上索性将计就计，陪着我们演了今天这出好戏。你这个逆子，你跟你那个坏种娘一样，祸害朕的儿子还不够，现在连朕的命你都要取！来人，将这两个逆贼押进钦天寺，择日处斩！父皇，儿臣错了，儿臣只是太想证明自己，并非是有意想害您啊！父皇饶命啊！儿臣是一时糊涂，儿臣是被逼的，都是萧夜，是他给儿臣出谋划策，逼着儿臣逼宫的。父皇，儿臣不想死啊！闭嘴！你个没骨气的蠢货，事到临头还敢攀咬推诿，朕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软骨头？还有你这个白眼狼，通敌叛国，弑父逼宫，朕怎么就立了你这么个储君？父皇，求您再给儿臣一个机会，你没有别的儿子可以继位了呀！不用你这个白眼狼瞎操心，带走，快带走！王爷，我们也回吧。今日多亏王妃机敏，否则又要多生事端。王爷，你嘴上夸得轻松，手心里可全是冷汗。本王在战场上九死一生，从未怕过，但今夜本王确实怕了。怕什么？怕老皇帝真的驾崩？总不能是怕我今夜真的拿了太子的玉簪，反咬你一口？怕失去你。阿宁，今夜本王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赌在你身上，你若不来，本王便是万劫不复。夫君这么毫无保留的爱我，我怎么忍心让夫君输呢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北王季怀风实乃流落民间之皇子，今日认祖归宗，册封为皇太子，昭告天下。我的天爷呀！镇北王竟然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！我说呢，以前就觉得奇怪，镇北王不过是个异姓王，皇上就那么把几十万兵权交到他一个人手里。听说宫里那几位皇子死的死，谋反的谋反，这传位诏书啊，不传给这位名震天下的镇北王，还能传给谁？也是，这位可是战神，他当储君，咱们大梁往后可就安稳了。娘娘，如今外面可都传遍了，百姓们都说王爷能认祖归宗，全靠娘娘在逼宫那日机敏护驾。往后啊，您就是咱们大梁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了。尊贵不尊贵的另说，我只知道这礼服沉得快把我脖子压断了。这几日礼部那些大人天天围着王爷转，商讨登基大典的细节，连王爷想来见你一面都得抽空呢。行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他在那儿受罪，我在这府里也是闲得发慌，我出去随便走走，散散心。这大牢污秽，不知娘娘驾临有失远迎。免礼，本宫闲来无事，听闻废太子萧夜关押在此，想来见见他。娘娘，那萧夜如今是待斩的重犯，里面脏乱，怕是会冲撞了贵人。怎么，本宫连个死囚也见不得了？奴才不敢，娘娘请，这边请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毒妇！孤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你不愿意帮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要设局陷害姑？为什么？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对娘娘无礼！你去给本宫搬个凳子过来，然后再去牢门外守着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是。殿下，您叫得这么大声，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怎么，您难道真的觉得
您与我安宁会是无冤无仇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殿下，您可还记得13年前京城安府的那场灭门惨案吗？安抚？什么安抚？大梁每天死那么多人，孤身为太子，每天日理万机，怎么会记得一个早就被抄家灭族的罪臣之家？不记得，没关系，本宫可以一件一件帮太子殿下好好回忆回忆。13年前，边关告急，圣上命安九龄将军率领10万大军击退西樵。西樵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安九龄本愿按兵不动，据守关键。可当时的监军却非要逼他出城迎击。后来10万大军全军覆没，监军为了推卸责任，竟然伪造密信传回京城，污蔑安九卿与西樵王勾结，通敌叛国。圣上震怒之下，下令抄了安氏全族。安将军戎马半生，为大梁流干了血，到头来却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护不住。那是监军干的事，与孤何干？与你何干？那监军分明就是你东宫门下的走狗。13年前，你为了在朝中立足，急需军功，便指使监军逼安九龄出战。战败后，为了杀人灭口，你更是通敌卖国，将10万大军的行军路线卖给西肉，彻底断了他的退路。5年前，你尝到了甜头，故技重施。你联合北戎在战场上设下埋伏，重伤了战功赫赫的镇北王季怀峰。在他成了一个废人之后，你便开始一步一步计划着，要分散蚕食他手中的几10万兵权，好为你夺嫡增加筹码。胡说八道！那些事都是二皇子殿下的手笔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些在背后推波助澜、草菅人命的奸臣，全都是你太子萧烨门下的谋士。你伪装的光风菊月，双手却沾满了大梁将士的鲜血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安九龄的女儿？这不可能！当年安家满门抄斩，绝不可能有活口。我是谁的女儿，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对你这个死囚来说重要吗？如今的你，我可以尊称你一声太子殿下，但只要我高兴，随时也可以叫你一声丧家之犬。江宣宁，你放肆！姑哪怕被关在这里，也是大梁的太子。一个卑贱的罪臣之女，有什么资格在姑面前指手画脚？太子，你这种残害忠良、通敌叛国，甚至连自己亲生父亲都要谋害的卑鄙小人，也配谈太子二字？像你这种人，就算侥幸坐上了龙椅，也不过是个宠信奸臣、割地排甲，最后葬送祖宗基业的昏君罢了。即便你我之间没有安家的满门血仇，只要这世上有一丝一毫能将你拉下深渊的机会，我安宁也绝对会拼尽全力，不择手段的将你从那高位上拽下来。拼尽全力，不择手段。江夜宁，你懂什么？帝王之术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为了那95之尊的位置，牺牲1、2个不必要的棋子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能成为孤登基的垫脚石，是他们的荣幸。不过孤倒是小瞧了你，你这个女人真是可怕呀！为了复仇，你竟然能在暗处蛰伏了这么多年。你从嫁给那个杂种之前就开始布局了吧？季怀峰要是知道他每日抱在怀里百般宠爱温存的女人，背地里其实是这样一条心思深沉、满心仇恨的毒蛇，他会不会半夜惊醒？会不会害怕的亲手掐死你？隐卫，年内有何吩咐？废太子萧烨口无遮拦，出言无杖，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，本宫嫌他太吵了。
属下遵命。你敢？不许过来！殿下，真可惜啊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因为在季怀峰眼里，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个心思单纯、身世坎坷、有着难言之隐的可怜女人罢了。不过你之前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在这后宫里，当个王妃确实没有当娘娘来的风光。你生前最看不起的那个父皇不疼、外戚不爱的私生子，不日便会坐上你梦寐以求的皇位，而我会成为大梁唯一的皇后。我们会替你尽情地享受这大梁的大好河山，而你会在这终日见不到光的阴暗牢笼里一点一点地腐烂发臭。你放心，本宫已经特意交代过了，往后的日子，外面的狱卒们一定会好好招待你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之嫡妻安氏殊甚温和，于危难中与朕休戚与共。今日朕登基大宝，特册封安氏为大梁皇后，母仪天下，钦此。陛下此举实在是坏了规矩，站在最前头的丞相大人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二皇子和太子刚倒，丞相府如今是金河之鸟，他哪里还敢出陛下的逆鳞？又是一年祈福，总算是结束了。娘娘，您可真是大梁最赏福的皇后了。今儿个早朝，听说礼部那帮老顽固又提起要陛下选妃充盈后宫，就被陛下当场驳了回去，连丞相大人都缩着脖子不敢吭声。他哪有那个胆子？当年江家大费周折弄出个替嫁的戏码，这可是诛九族的欺君重罪。本宫不找他的麻烦，他就要烧高香了，哪里还敢逼着陛下纳妃联姻？原来如此，难怪这3年来丞相对陛下的婚事只字不提。所以啊，我竟真成了这大梁唯一不用参与宫斗的皇后了。走吧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去御花园走走，散散心。哼，什么独享圣宠的皇后，入宫整整3年了，还不是连个蛋都没生出来。哎呀，你小声点儿，不要命了！怕什么？本来就是事实。身为皇后，3年无所出，就是最大的罪过。没有皇子傍身，陛下早晚会厌弃了他。娘娘，这2个贱婢竟敢在背后如此诅咒娘娘，奴婢这就带人去掌他们的嘴。急什么？嘴长在人家身上，爱说便说去吧。启奏陛下，御花园那边出事了。方昭有个小太监告诉奴才，有宫女聚在假山后，公然议论皇后娘娘3年无所出，言语间极其大逆不道。让阿宁听见了。娘娘说让那些人爱说便说，倒是他的风格。去，传朕的旨意，把那2个不知死活的贱婢给朕立刻带到御书房门前跪着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陛下饶命啊！奴婢是猪油蒙了心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求陛下开恩，求陛下开恩呐！皇后也是你们这2个贱业配议论的。来人，张嘴5十，打完直接扔进新者户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！传朕的旨意，往后在这后宫之中，谁要是再敢提及皇后无所出的闲话，不必通报，直接打死。奴才遵旨，奴才这就传令下去。娘娘，陛下为了您，连那些多嘴多舌的奴才都亲自处置了。陛下对娘娘的这份心思，当真是天底下独一份的好。本宫知道，他一向都是待我极好的。娘娘，
这江南水患之后的赋税减免，朝中大臣吵成了一团。圣人的中庸大道在于……陛下下朝了，今日倒是挺早的。阿宁今日学得如何？你这天天请太傅来教我治国之策，到底是唱的哪一出？人家的皇帝都是巴不得后宫安顿守纪，你倒好，天天逼着我看折子。看那些折子累得慌，正缺个聪慧过人的阿宁来帮我分担一二。正好，帮我瞧瞧这份边关军饷的调拨方案，提提意见。怎么了？瞌睡些乏了？只是看这些百姓的苦产，又想起了以前在当府当替身的时候。那时候，臣妾真的很羡慕江晏殊，明明是相似的眉眼，他可以在父母的娇宠下安然长大，不知人间疾苦，而我却要随时给他腾地方，甚至还得替他去嫁一个快死的摊子。快死的摊子？是英明神武的陛下，可行了。其实事到如今，我反而很庆幸，正因见识和体验过最真实的民生疾苦，现在当我坐在这皇后的高位上，才知道那些高高在上的文臣写出来的折子有多荒谬。阿宁有什么想做的？萧炎，我不想再出现像我父亲那样被奸臣陷害的冤案。我想要，就算有无辜百姓出生，也能在任何一个角落安然生长。你想和我一起盘活着江山？对，正因如此，我心里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。什么大胆的想法？说来听听。我在想，下个月可以出宫一趟，去大梁的各个乡镇，切切实实的微服私访，看看民情。你要出宫？你是不是又想离开我？怎么会呢，陛下？臣妾如今都是大梁的皇后了，普天之下，臣妾还能往哪儿跑？臣妾是那种不知好歹、始乱终弃的人吗？你是。当年你为了50两银子就能将朕抛下，一走就是1年多。哎呀，陈年旧事，陛下怎么还记仇呢？臣妾方才的意思，并非是要一个人出宫。如今四海升平，外无强敌入侵，内无藩王作乱，臣妾是想着借着这个大好机会，跟陛下您一同微服私访呢。微服私访？是啊，咱们打着视察民情、考察地方的旗号，四处走走看看，全当是散心了。你这算盘打得倒挺响，可你别忘了，朕身为大梁天子，不可轻易离京。若是朕真的随你出巡，朝中那些古板的老臣，怕是个个都要在太极殿前以头抢地，哭着喊着说朕不务正业了。陛下多虑了，那些老臣天在京城里闭门造车，哪里懂得真正的民生疾苦？再说了，咱们也不走远，就在京城周边、京畿附近的几个乡镇走走，微服私访总是使得的。臣妾可是真的想去切身考察一下民情，看看咱们大梁的赋税改革是不是真的落到了实创。说起这个，阿宁，朕倒是也有件想做的事。陛下想做什么？朕想为安九龄将军平反。陛下，您在说什么呢？安九龄将军，那不是13年前就已经定案的逆臣吗？臣妾不过是个江湖游医，陛下为何突然跟臣妾提起一个死人？哦，那你刚才说你不想再出像你父亲那样被奸臣陷害的冤案，是什么意思？完了，一不小心说漏嘴了，怎么办？阿宁，我知道安九龄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当年的安家遗孤就是你。所以你其实什么都知道。阿宁，我并不是有意想要瞒着你，只是想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把安家的清白原原本本的还给你。所以你一直都知道我对你居心叵测，你一直都知道我嫁给你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，我对你的照料，对你的温存，全都是为了利用你复仇。
你一直都知道，我是一个满腹心机、阴险狡诈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季怀峰要是知道，他每日抱在怀里百般宠爱温存的女人，背地里其实是这样一条心思深沉、满心仇恨的毒蛇。你猜，他会不会害怕他亲手掐死你？安宁，看着我，安宁。萧炎，你是要在我最开心的时候报复我对你的利用吗？什么报复利用的？安宁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那为什么？傻瓜，总不能让岳父岳母一辈子都蒙受那通敌叛国的不白之冤吧？安宁，我当年便说过，不怕被你利用。我们的开始哪怕是一场骗局又如何？我不怕成为你手里的一把刀，只要你想，你可以利用我去斩掉这大梁路上所有的荆棘，这本也是我心中所愿。安宁，我远比你想象中还要爱你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前朝大将军安九龄忠勇护国，因奸人陷害而蒙受通敌叛国之冤，现已查明，当年西桥之战均为废太子萧夜通敌陷害。今日特为安家满门平反昭雪，恢复安九龄护国大将军生前功王。天哪，13年的冤案，竟然真的翻过来了！谁能想到，当时安家都满门抄斩，现在这翻案还有什么用？安大将军之女安宁，殊甚温和，实为朕之嫡妻。即日起恢复其安氏本姓，再入皇家御祖，母仪天下，钦此。什么？皇后娘娘竟然是安将军的后裔？不是说是丞相？安宁，往后在大梁，你可以堂堂正正的用你自己的名字，再也不用顶着别人的身份东躲先藏了。萧炎，谢谢你。今天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好像终于从13年前的那场漫天大火里被救出来了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只从里黑到外的乌鸦，这辈子注定要在阴暗的泥潭里腐烂发臭。我也没想当什么凤凰，可如今我心中那片被火烧过的荒芜之地，又有新芽开始蠢蠢欲动了。你本就是凤凰，从你入府那天起，我就被你掠走了心神。你就没发现，每次你有什么动静，我总是不由自主跟着走。那是陛下太好骗了。说起这个，我一直有个疑问。那天朕刚提起要为安将军平反的时候，我瞧着你脸都黑了，你当时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我当时在想，那如果你敢因为我的假身份而厌弃我，甚至不要我，我就想个办法，拉着你一起死，怕不怕？哈哈哈哈！生同进，死同学。你若真是这么打算，我当然配合。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事。有没有磕到哪里？陛下不用担心，大梁的江山要延续，那这皇位的继承人，咱们也该早做打算了。娘娘，您身体不舒服吗？需不需要奴婢转换太医来瞧瞧？传什么太医？我这是累的，再由着萧衍这么折腾下去，本宫就要彻底废了。大梁朝也真得亡国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办法出去躲躲。陛下如今在何处？回娘娘，陛下此时正在太极殿，召集了几位尚书大人商议要事。妙极了！去，给本宫准备一辆低调点的马车，本宫要去相府看望相夫人。可是娘娘，陛下交代过，您若要出宫，陛下那边我自会交代。快去！
老奴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您这是要往哪儿去呀？本宫在宫里待得闷了，出宫去相府走动走动，看望一下姨母。娘娘恕罪，陛下退朝前特意叮嘱，说娘娘身子娇贵，若无陛下御批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放娘娘离宫。要不，老奴这就派人去太极殿向陛下报告一声。报告什么报告？总管公公，本宫且问你一件事：平日里，在这凤仪宫和御书房，陛下最听谁的话？这自然是听娘娘您的。那不就结了？本宫现在要出宫，你若是执意阻拦，我就在陛下耳边吹吹风，说你这大总管欺奴欺主，办事不力。娘娘说的是老奴古板了。既然娘娘是去相府探亲，那老奴自然不敢多加阻拦。娘娘慢走，路上小心。走，去相府。还是没拦住，得去太极殿报告陛下，娘娘跑相府去了。陛下，娘娘方才出宫了，说是去相府看望相夫人。相府，随他去吧。陛下，需要派人去相府等着吗？不必了，有些话压在他心里13年了，他也该去和相夫人说清楚了。娘娘请用茶。夫人得知娘娘驾临，正在后堂梳洗，马上就到。臣妇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。姨母可别这样，我今日不过是微服出宫，私底下走动，不必如此拘泥于大礼，叫我阿宁就好。怎么没瞧上表姐？她今日不在府中吗？往日不是总回来？舒儿这段时间一直在荣国公府，挺少回来。她是找到了真正心仪能托付终身之人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表姐那性子，活脱脱一个开心果。臣妾在宫里听人闲聊提起过，说荣国公府的那位小世子，如今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，整日里围着他转，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呢。可不是嘛，那小世子对他百依百顺，如今偌大个荣国公府都由着他胡闹呢。那丞相呢？也不在吗？他有公务在身，也不在府中，今日就我一个人。阿宁，你师父的身体近来可好些了？劳夫人挂心，师父他的身体如今已经彻底好全了。那便好。当年听闻他身中奇毒，我这心里一直悬着。当年他为了把我从火场里带走，未经药王谷老谷主的允许，擅自闯出谷去，结果在出谷时不小心被护谷的剧毒瘴气所伤，这才落下了病根，忍受了10来年的万蚁噬心之痛。你师父对你当真是恩重如山。是啊，不过现在尘埃落定了，药王谷的老谷主如今年事已高，膝下又没有旁的亲传弟子，前些日子便修书一封，把师父给招了回去，让他继承一班，当下一任谷主呢。夫人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师父刚回药王谷，就被老谷主堵在门口，狠狠骂了3天3夜，逆徒，丢尽了药王谷的脸面。骂完之后，老谷主就把他提溜进禁室里，逼着他学药王谷最晦涩难懂的绝学。师父天天在里面背药方，背得头秃，还不忘给我寄信。他寄信给你？他说一个人在谷里受苦太亏了，我也得陪他一起背。隔3差5就寄来一叠厚厚的药理方子，逼着我一起学。那如今你的医术岂不是比以前还要好上不少？那是自然。夫人，您如今每日在这佛堂里潜心礼佛，不问世事吗？又是何苦呢？
我瞧着今儿个窗外春光无限，百花盛开，不如出去走走，晒晒太阳。窗外春光再好，可多年前的那场漫天大火早已带走了我这一生最珍视、最想守护的人。我多年前就已经困死在那场大火里了，又怎么可能走得出去啊？姨母，可否告诉我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诛九族的圣旨批下来的太急，你母亲那般高傲的人，怎肯受那些奸臣奴役的屈辱？在禁军抄家前，他便一把火了结了自己的性命。我那时还不是相府的夫人，只是个未出阁的姑娘。等我收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，满天的大火，烧焦的残骸，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。阿宁，你回京替嫁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瞧见你就知道你是姐姐的骨肉，可你却始终没有与我相认。我时常在想，你是不是在怨我当年没有及时对安家施以援手，眼睁睁看着你母亲葬身火海？姨母，我从未怨过您。当年安家是九族诛灭的大罪，我回京之后顶着的是随时会掉脑袋的罪臣之女身份，我怎么敢与您相认？我只是怕连累了你们。姨母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也差不多得回去了。姨母，往日不可追，人终究是要为了明天活着的，你也该走出那座佛堂了。姨母，代我向表姐问好，告诉她下次入宫看我的时候，别再偷偷摸摸烧些什么送子秘方了，那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玩意儿。好。行了，之后再议，你回去吧。微臣告退。我长得很吓人吗？那侍郎怎么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，拔腿就跑？你别多心，那侍郎本身就是为了躲他母亲安排的相亲，才特意在我这儿磨蹭不肯回去。如今见你回来，他自然没理由再赖在这儿。他连皇帝都不怕，竟然怕相亲？况且他躲相亲就躲相亲，躲我作甚？我又不会逼着他娶媳妇。今日在相府玩得如何？都挺好的，和姨母说了好多话，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不少。都把话说开了，当年不怪姨母，只是时局弄人，我母亲不愿受辱放了，姨母也来不及反应。能有亲人相伴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往后在这京城，你也有家了。我一直有家，你就是我的家人。陛下不要难过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，守着这大梁的大好河山，再不分离。好，生生世世。